喂，头发？行，我知道了。这样你们先送去做那个 DNA 检测。好，团队。检验科说在中药铺捡到几根长头发，我怀疑是失踪那个小女孩的，已经让他们送去做 DNA 检测了。好。 喂，有什么新线索啊？喂，韩队，老万刚才去走访了山东附近的村民，说是当年有一个没有登记的野剧组曾经在那拍过戏。这些蛛网还有残蛹以及那些人物都是没有带走的道具。我们已经核实过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剧组的美术已经把图片发过来了。照片。好。齐法医，剧组发过来的照片。韩芳，剧组本来用的是普通的蜘蛛网，但是凶手却改成了漏斗中独特的漏斗状蜘蛛网。这个叫做漏斗蛛。 剧毒无比，一个成年人被咬，15分钟之内就会死亡。漏斗蛛是目前已知的3万多种蜘蛛当中毒性最强的一种。我推测，凶手应该是在模仿漏斗蛛，不是杀人。你有什么依据啊？朱队，你把视频打开，我来告诉你。你看这里。 这2个针孔是平行的，针孔附近的皮肤组织都已经受到了损坏，这应该是被注射了生物神经毒素之后留下的痕迹。还有这里，这2个窗口，从口径来分析，应该是用 PVC 管一类的管状物体刺入体内所造成的。死者的内脏有被强盐酸溶解过的迹象，应该就是通过这2个窗口注入到死者体内的。 这种手法，就是在模仿蜘蛛用口气扎入猎物体内，分泌消化酶，消化猎物内脏的进食方式。只不过凶手用强盐酸代替了消化酶。所以是因为凶手模仿蜘蛛捕食猎物，才会用保鲜膜裹尸体。用保鲜膜和酒精包裹尸体，可以隔绝空气，起到防腐的作用。 虽然凶手是在模仿蜘蛛杀人，但是真正的死因并不是这些，而是在这里。你看到耳朵后面的针孔了吗？我在医科大学上解剖课的时候，学校为了让实验用的兔子死得没有那么痛苦，往往都会在它们的耳朵后面打空气针，造成静脉空栓。而这种手法对人也同样适用。凶手为什么这么做？ 人都已经杀了，为什么多此一举？蜘蛛毒和强盐酸还不够吗？从血液凝固的情况来看，凶手应该是先注入了神经毒素，但是死者并未死亡，所以他才又打了空气针。懂这种事的，也应该有医学背景吧？目前一切都还只是推测，具体的还是要等毒理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才可以判断究竟是不是漏斗蛛的毒素。 现在那个女孩还在凶手手里，我们必须得找到她。安顿，这有线索。在昨天晚上的8点17分，报警平台接到了北山猪肉铺的报案。附近民警赶到的时候，报案人黄浩，也就是猪肉铺的老板，已经死亡，凶手和疑似被绑架的女性消失。我们在附近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女性的尸体，也就是残检里的死者。死者腹部有明显刀伤，深达子宫，造成子宫严重破损，疑似有仇视女性的倾向。死者的腹部上面还有一道死后留下的伤口，长大约20公分。另外，从死亡时间上看，死者跟被绑之人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这是我们在北山山洞里找到的这节绳索。根据鉴定科的同事报告，这节绳索上面的 DNA 并不属于我们在残间里面找到的那名死者。同时，你们看这节绳索的断面很新，在旁边的石头上我们也发现了这节绳索的纤维，所以极有可能是凶手将人囚禁在了山洞里，而受害者用石头磨掉了绳索，自己逃到了朱若普去求救。但是不幸的是，被凶手发现了，所以凶手就追到了猪肉铺，杀掉了猪肉铺的老板，同时带走了受害者。综合以上我们得到这些线索，这名被掳走的女性很有可能还在凶手手里。这名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了，她叫叶莹莹，今年25岁，是一个营销公司的公关。在8月1号的时候，她的家属报告失踪。她已经失踪快1个月了。对，这段时间有接到过勒索电话吗？没有接到过任何电话。其他分局的同事也去查过叶莹莹的住处，没有发现任何钱财被盗或者被绑架的痕迹。其实他们也一直在调查这起失踪案，只不过是被我们先找到了尸体。跟他们打声招呼。这起案子现在由属地管辖，我们负责侦办。好，人偶有什么线索吗？人偶里的内脏已经确定是牛的淋巴、肺以及肠道，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凶手很有可能有医学相关的背景。凶手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心思缜密，追求仪式感，有一定的心理问题。那些人偶应该是他的练习作品。练习？你是说拿活人练习蜘蛛捕猎那套？这是典型的反社会人格。那个宋亮审了吗？审了，他一直说他没有杀人，只是偷东西。监控视频，我们也根据了其法医的解剖结果和现场勘查的技术比对，也证实了他确实没有杀人的嫌疑。没错，我们对比了现场所有的脚印，可以证实宋亮还没有离开过2楼。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除了2名受害人，其他线索几乎为零。好，我立刻安排人排查。各位，刚才我们收到线索，叶莹莹抓走之后，凶手疑似出现在这家心理诊所。我们以这家诊所为中心点，排查一下周边的路口，看看能不能找到凶手的踪迹，也许还能找到谢耀琪。是。好。朱队，嫌疑人离开心理诊所之后，经过了北宜山路，往南前行了。东宁路口的监控也没有发现。这儿，西安路向南。朱队，找到了。他下了高架之后去了附近，然后就消失了，应该就在附近的小区。维韩队，找到了。
朱大师，你好。这一片都是老小区，一个南门，一个北门，这里住的全部都是老年人。就这2栋楼有年轻人租房。行，我们分头搜。老万，你跟民警还有小苏搜那边，我和韩队还有齐法医搜这边。好，走。刚才辖区派出所联系上居委会，说有几家租户符合嫌疑人的情况。还有，刚刚我们在整理蔬菜大棚物证时，发现了一张自来水缴费单，上面房号是604。604。这里。所以江飞的死亡时间是在凌晨4点多。对，如果江飞是被冻死的，那么他尸体的温度本来就比正常的要低，所以相对的降温时间也会缩短。韩队，江飞被冻死是齐法医推论的，让他给我们讲述一下吧。现在只知道江飞是被凶手冻死的，但是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找到凶手。凶手在江飞醉酒的情况下，让他吃下头孢，造成双硫仑样反应，并且在他昏迷的时候以冰激动身体，导致全身各脏器，尤其是心脏衰竭而死，说明凶手对人体机能有一定的了解。高法医，第1次解剖化验之后，胃里的食物残渣具体有些什么？胃残渣里有酒和红肠，没有头孢。但是江飞家桌子上的头孢已经是打开的，且药理检测验出了有成分。红肠没有被消化，这说明死者生前最后吃下的食物就是红肠。现场有找到把刀吗？没有。红肠有被刀切过的痕迹，却没有找到刀，会不会被人拿走了？江飞的尸体上没有任何的外伤，就算有刀，也不可能是凶器。凶手为什么把刀带走？你们在现场做卢米诺了吗？江飞身上没有外伤，凶手却必须从现场把这把刀带走，那就表示那把刀刺伤的不是死者，是凶手。
这如果不是江飞的血，就只能是凶手的了。为什么没有让齐法医来做血迹对比？比对结果出来了，资料库里没有符合的记录。谢谢啊。目前这几起案件的时间顺序是：7号晚上，邱兰子跟着我们一起去参加了788夜店伤人案的调查。紧接着，他跟高法医还有齐法医一起去做了离奇血液检测比对工作，一直到隔天。第二天中午，我们发现了江飞的尸体，邱兰子随后到了现场。当晚，他同齐法医还有高法医对江飞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我们在邱兰子的胃部发现了胃药的肠溶胶囊残片。按照药物溶解的速度以及时间线来推演，邱兰子服用胃药的时间，应该是在解剖完江飞的尸体之后，到他死亡的这段时间之内。邱兰子第一次离开分局遇到我的时间是晚上9点左右。2个小时后，我接到了邱兰子的电话。邱兰子说，发现了江飞尸体的线索。10分钟之后，我跟韩队赶到法医办公室时，就已经发现了他的尸体。胃药是在他的随身物品中发现的，他平时的东西都放在更衣室的储藏柜里。那边监控有什么新发现吗？更衣室那层没有监控，那边进进出出都是下班的人，而且白局的意思是先不要扩大调查范围，先小范围锁定嫌疑人再说。那么邱兰子最有可能服下药的时间是在离开分局到再重新回来这中间，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见了谁。江飞呢？大家不要忘了，邱兰子在临死前说是有江飞死因的信息。江飞是喝醉了回的家，他在哪儿喝的酒，跟什么人喝的酒，查出来了吗？他不用移动支付和刷卡，都是用现金，所以很难查到他的消费记录。这种人是这样的，生怕留下什么线索。老万，你跟我去酒吧查一下江飞在喝酒之前的行动轨迹。小西，你们去查一下邱兰子离开分局以后都见过些什么人，我们分头行动。好。照韩队说的做。韩哥，就是。别介啊，韩哥。这老板，这都正规经营，正规经营搞得神神秘秘的，进来还需要人带，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噱头，只有人带才能进来，才会有更多的人想进来。有头脑。既然进来都需要人带，那前天带过什么人你都应该知道吧？警官，我这每天这么多人，我怎么记得住啊？带我们去监控看。警官，你得有协查通知单。协查通知单是吧？我现在给我治安大队的同事电话，让他们来协查一下。哥，你想看啥我都给你。我们查了江飞的社会关系非常的复杂，他在全国各个城市都生活过，像他这样的贩毒人员会有很多的仇家。如果单纯从杀人动机来看的话，嫌疑人就不会少。
这个是我们看了他那个影片的账本，上面光是吸毒人员就高达40个，这还不包括买仿真枪、血浆和违禁药的。朱队，这是你要的秋兰子的手机。有什么发现？我查了秋兰子的通话记录，她从9点离开分局后，5分钟内接连拨通了4通电话，而且都是打给同一个人。打给谁的？是一个化学工厂实验室，但当时是下班时间，他打的又是总机，所以具体联系谁还查不到。一定要查到这个工厂跟秋兰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好，朱队，你们查过秋兰子的手机了吗？小西刚才拿过来了。我看了秋兰子离开分局前后的监控视频，她一直在刷手机。我想起韩队那天跟我说，他在见到秋兰子的时候，秋兰子也在焦虑地刷手机。他手机里面一定有什么线索，只是他当时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停。跟江飞喝酒的那个女孩叫什么？哦，江飞给我们介绍过这姑娘，我记得叫张璐，喜欢穿洛丽塔，跟江飞关系很密切。他用手机拍摄江飞的尸体。解剖室不是不能带手机吗？他这么做也许有什么隐情。你们看这最后3张，前2张是拍摄的江飞手臂上的纹身，一张没有黑光灯，一张有黑光灯，而最后一张拍摄的是他手腕上的皮肤，而且前2张拍摄的时间是一致的，最后一张间隔了20多分钟。他为什么要间隔20多分钟，又拍摄一张手腕处的皮肤，而且没有黑光灯？他究竟发现了什么？那个瑞希大厦旁边这个夜店里边有玩东西啊，我正好过来办事撞上他。你甭客气，都是自己人，请我吃饭啊。老板，辛苦了。有啥可辛苦的？不是朱队吗？非让我跟你一块出任务，没什么可辛苦的。秋兰子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有看的，但只看了1眼我就离开了。当时我跟赵医生在隔壁房间做毒理检测的取样，如果戚主任你也离开了，那么解剖室里就只剩兰子一个人。不过他拍照的时候，有问过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应该是之前受过的伤，或者是吸过纹身留下来的印儿。不对，这好像是荧光纹身。2张拍摄左手小臂的纹身，一张原色，一张黑光灯。如果按照前2张的拍摄逻辑，那么应该还有一张黑光灯的照片。这个江飞手机里有很多他和不同女孩的合照，其中有一个就是咱们一直在找的这个张璐。张璐24岁，家住合成新华大道无机化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本科是化学专业。他和秋兰子认识，两人是高中同学，所以一起租房子，做过短暂的同屋。我们查到的通话记录里，秋兰子最后打的电话就是打到张璐的工作单位。你说看到张璐和裘兰子那天吵架是吧？是的，我确实看到他们有争吵，不过具体吵什么我也没有听清。当我走的时候，看到那个女孩身体不太舒服，吃了些药。你确定秋兰子当时有吃药吗？我确定的。张某人
信息全程布控。您好，身份证、驾驶证出示一下，后备箱打开一下。你是张璐吧？张璐，请你配合调查。张璐，24岁，合成无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7月7号晚，你是不是和江飞在云金大厦地下酒吧喝酒？是。然后你就跟他回家了？没有，我喝了几杯就回自己家了。有人可以证明吗？证明？什么证明？我一个人住，能有什么证明？那就说明没有人可以证明你当晚是在自己家过的夜。你最后一次见江飞，他是个什么状态？那天他好像感冒了。你感冒了还叫人出来喝？你听没听说过头孢配酒，一带就走？那是头孢配酒，天长地久。尸体的伤怎么来的？做实验，割伤的。秋兰子去实验室找你说了什么？他跟你们说什么了？他不在这实习吗？你把他叫来，我跟他对峙啊！秋兰子已经死了。是不是你杀的？死了？他怎么可能？张璐，现在怀疑你是江飞、秋兰子被害案的重要嫌疑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张璐的血迹跟我们在江飞家采样的血迹吻合，那他就最有可能是杀害江飞的凶手。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就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他都跟你说什么了？他跟我说。江飞死了，他在尸体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怎么样？稍等一下。不对，比对结果出来了。很对，对上了。小苏，抓人！小西，解开，是他。我不是，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说了，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求求你们了，不要抓我！真的不是我，我说过了，装错人了，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们装错人了，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们抓错人，凶手不是他。王晨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他他妈不就这样吗？啊，每天把自己关在黑屋里边，无所事事，关着灯，对着电脑，吃着外卖。你说像他这样，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没有，一点都没有。那你人生的意义有吗？那当然，我的意义就是在帮他们。蟑螂会自杀吗？不会。他们也不会。
他们心底里特别希望有我这样的人出现，来帮他们死，好让他们早日投胎重新做人。哎，你说多有意义呀！啊？所以说，你认为你杀的不是人，杀的是蟑螂？对。我就说吧，还是你哥，你懂我。那谢静呢？那个女孩子也算蟑螂吗？那是她回来的不是时候，还真怪不得我。话又说回来了，一个天天供养蟑螂的人，也就是在纵容他们浪费生命。他死的不冤，你说是不是？你杀了这些人有什么用？我恨他们。我羡慕他们，我都不羡慕有一个有健康身体的人。这个世界太不公平，哪怕一个囚徒，一个乞丐，他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肾。我呢？啊？我没有，我没有。可即便是这样，我仍然在坚强地活着，我积极的工作。而他们呢，明明有个好的身体，也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白白的浪费生命。他们不配活着，不配。你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我他妈就这么做了，别动！今天你们哥俩的命也在我手上，我就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反正他是个通缉犯，我杀了他，杀了他也是为民除害吧？哈！慌慌张张的，怎么了？陆队，你快看，看什么？这么多台，看哪个？这台。哼，行了，请我吃饭吧啊！让我救你和老关一命。哼。快给老关打电话。别动！你他妈别动！没人接呀。小王，带着4队跟我走，马上！佛光小区，赶紧去老关家。你到底想干什么？帮我摆脱嫌疑。看来我高估了你的智商。现场证据那么多，谁也帮你消不了罪。那你就他妈不给我想办法！你他妈有车能找到我，你就有办法让我逃出金戈。我帮你干什么？让你去杀更多的人吗？你他妈跟我假正义是吧？啊！你不是已经这么做了吗？啊！你这个逃犯弟弟不就在你家里藏着吗？你说他吗？他是我哥，我才是关宏宇。你们他妈耍我是吧？啊！老子陪你玩到底！你他妈别动！别动！我就拿出来行吗？你要干什么？刑侦队长打来的，接还是不接？反正你的条件我满足不了，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吧？不是吧？你别动，别接！你信不信啊？我把你弟，我把你哥搬了，你他妈把我放下！放下！还是没人接啊？你觉得我会在乎他吗？
我杀过一家5口，连4岁孩子都没放过。我会在乎他的死活。杀吧，你杀了他，我就是名正言顺的关宏峰了。你跟我弟弟结伙作案，我做哥哥的大义灭亲，你们之间狗咬狗，关我屁事儿啊！我怎么现在就疯了呢？你他妈才是关宏宇！周迅来了。小王，高姐，尸体收走了。行了，再好好勘察一下啊。嗯，行。哎呦，我操！亏我在警校学那几项，你还记得？要不我真的就算是死都对不住你。这事赖我，没负责好你的安全。我这回也算全套服务到位了，手把手的把凶手交到你手里了。高老师，都怪我不好，是我太粗心了，都没有保护好你。这与你无关。来法医队缝个针吧，或者我陪你去医院。晚点再说。先休息，那你啊，回头明天我让小周过来接你，到队里做个那个笔录，顺便不让你失望。
那就多谢了。啊，对了，老周，周书彤这次没少出力，结案的时候别忘了把他名字一块上报一下。行，都听你的啊。实习生就给你请功啊，哼，你算是放了咱们队里面的卫星了。谢谢周队。周队。啊。差不多了。那收吧。兄弟们，走了，撤，收队。老关，那个我们要不要留一下，帮你收拾收拾啊？没事儿，你们先撤吧。那也行，你早点休息啊。好。那我先撤了啊，老关。好。关老师，我先走了，谢谢关老师。这工作真厉害啊！是啊，刚来几天就立功了。恭喜你啊，小周。恭喜啊！恭喜恭喜！走了，下班了。再见，拜拜。拜拜。这个时间，关老师不是和我在一起的吗？高，真的师傅，姜还是老的辣呀！我真没想到，这周荣彤能撑到现在。您这眼睛，那家伙那是慧眼识英才，我不跟您夸张啊，队里都说你也不行，闭嘴，快拿走。不是也拿走。您都说这话了，我不拿不给您面是不是？哎呦嘿，谢谢你给我面。那行，那我搭回车啊，明天给你买早饭啊，我走了啊。走吧。哎。你怎么样？没事吧？没事，皮外伤。你怎么样？我当然没事了。哎，
咱哥俩这算不算杀人呢？是他自己掉下去的。你为什么要放高远进我？我要不让他进来，咱俩这事儿让他捅出去，你考虑过后果吗？哎，知道该干什么吧？不是吧？这头发里的伤又看不出来。说好了，咱俩得表里如一。我说哥，还麻烦您以后能不能好好呵护一下自己这金贵的身体啊？啊，别等我还没沉冤得雪呢，我先让你给折磨死了。你听好了啊，如果你还背着我在外边搞小动作，说不好哪天我就挥刀自宫。哼，那这代价实在太大了，我还不如直接自首呢。我就算让人崩了我至少还落一全乎人儿。别废话，赶紧的。哎呀！先生，喝点什么？有格兰菲迪吧？嗯，一杯少加冰。稍等。第10页，这谁干的？这胆儿也太肥了吧！拖到公安局来了。是贼就有露出马脚的时候。那这第10页记录什么呀？有没有可能是关队趁着办案的时候偷摸进来的？老关那脑子跟复印机一样过目不忘，他没有必要搞那么低级。再说了，单拿走1页也替关宏宇翻不了案。而且我们俩约法3章，他要真想逃，没必要费那么大周折。也是啊，那会不会是高亚楠呢？那除了关队，也就他有可能了。不管怎么着，从明儿起把他给我看紧点。要是真是他干的，他肯定会和高洪峰联系的，手机也做监听。该上什么手段上什么手段。我总觉着他和关宏宇有联系。行，那丢这页怎么办？你别给我捅出去就行。我怎么会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刘副队长马上就回来了，到时候他不一定给你面子，让他知道了，嘿，那就铁定是你说的。我怎么可能呢？找我有事吗？不知道你还喝酒啊？你找我是因为我弟弟的事吧？我想对你会有一个说法，现在那人还没找着，我能算是破了案。再问你一次，你相信宏宇是无辜的吗？你相信吗？不相信宏宇会杀人。
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买单。你不用生气了吧？哎呦，我去！他妈啥呀这？等会儿。哦，原来是你小子！过来，走。哎，认识他吗？啊？哦，那个尸源还在确定。你认识？岂止是认识啊！怎么是他呀？放出来了。我问啊，他是谁呀？这个人叫齐卫东，以前呢是梅市口一带的流氓头子，被抓起来也是以涉黑定的罪。我记得那会儿他有一个老母亲刚刚去世，进去以后，他老婆也跟他离了，带走一个女孩，差不多现在应该大学毕业了吧？我听讲你们很熟嘛。嘿，这孙子啊，就是当初我和老关给送进去的，熟透了。刚问，昨儿早上放出来。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2点左右，瞳孔浑浊与尸僵程度也相匹配。看来他出狱之后连24小时也没坚持住啊。这么多刀伤，会不会是仇家报复啊？不只是刀伤，像这样的打击伤有好几处，而且刀伤有戳刺伤和伐砍伤。目前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把凶器，得回去进一步做尸检确认。看来是不止一个人。那行，人归亚南，啊，现场留给技术队保管，咱俩去溜一圈去，重温一下当年搭档时的光辉岁月，啊。那我呢？跟着。不在那么赶滚！快走，走！哎，周队，咱有话好好说嘛。这帮孙子以后再敢来，直接报警啊！走。废话，赶紧走。呀，关队，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打着清欠公司的名号放高利贷，姚吉，你小子又想念看守所了吧？哎，周队，您误会了，这帮哥们来这玩的，不是像你说那样。我们找你打听个事儿，麻烦你配合一下。没问题，您随便问，只要我知道。抽烟。这。没他妈征求你意见。大姐，这进展如何啊，这个？周显他们呢？哦，周队啊，他跟关队去走访这个原先齐卫东的那些小弟去了。啊，这案子要是牵扯到涉黑啊，分分钟也就破了。外面怎么了？哦，刘队回来了。啊，刘队回来了。嗯，山西的活儿忙完了。那可不，这犯人都抓回来了。那你还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老大去？嗨，等周队回来见着不就知道了。你说见到你老大身边有一个关宏峰，不知道刘队会怎么想啊？我先走了。他俩有事儿啊？啥事啊？关你啥事儿啊？啊！你老大昨儿出来了，知道吗？强，您诈我不是？昨儿个就是我带兄弟们去接的，后来我们一块吃了饭。跟哪儿吃的？跟我那儿啊，吃的火锅。然后呢？然后，这东哥出来，我心里手头比较紧，我也给他塞了1万块钱，
我心想哥几个将来还得在一块混，不是？你小子这么好心，给了他1万块钱。周队，您这么说我就不对了。东哥虽然进去蹲了几年，但他必定曾经是我大哥，大大小小都罩着我。咱做人得讲良心，不是？是得讲点良心。然后，这饭吃了一半，钱他收了，但是我看他挺着急的，他说他得走，我就没拦他。再然后，没然后了。不过我琢磨着他钱花完，他还得过来找我。哎，你们突然问这事儿干嘛？不会东哥后来惹什么麻烦了吧？那倒谈不上。你知道这个齐卫东在外面有什么仇家吗？这都什么年月了，市场经济的时代，大伙儿都一门心思挣钱，谁还为点小恩小怨扯那淡去？直说了，就算在道上，只要你不挡人财路，人家不会跟你过死藤子。都是哪时代了？那你知道昨天晚上齐卫东去哪儿了吗？那我哪知道去？不过要是让我猜，我想他肯定揣着钱找妞去了。你想，在这边憋那么久，瞎他妈说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小子，你要跟我说半句假话，我回头我……哎呦，周队，您放心，你借我俩胆儿，这又不是什么犯法的事儿，我干嘛骗您呢？行了行了啊！告诉你，放高利贷这事儿别干，啊！你要真进去了，10年之后，你这帮兄弟可不见得那么好心，还揣着钱跟门口等你，知道吗？得了。喂。演的那边差不多，让他回去。啊，走了啊！哎，周队，那个见着东哥，您跟他说，要没饭吃，让他过来找我来。啊，我这儿有饭吃。估摸着你不用为他操心了。啊，慢走您的。你好，你找谁呀？哟，小张，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我们长风支队啊！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赵倩，刑警学院研究生，今儿刚从市局调过来，曾经参与破获915连环杀人案和423的强奸分尸案，可谓是经验丰富啊。来我们这缉毒队屈才了。您过奖了，周队。哎，怎么回事？见美女都傻了是吧？欢迎啊！周队，高法医。哎，师姐，你是在技术队呀？不是每个女生都有机会被分到外勤组的。早就想向你请教了，以后终于有机会了。客气，还得需要你多照顾。我？哦，对了，高法医让您过去一下，说是验尸结果出来了。哦，那我小郑，我先去啊。哎，小李，带他熟悉一下啊。好。师姐再见。这老哥死的还挺复杂，左肋下、左肩和右侧腮腺与颈动脉的交界处都有明显的打击伤，35处刀伤中有34处是划砍伤，还有1处戳刺的贯通伤。是先挨的打。对，你看靠近右侧斜方肌位置的伤口，伤口覆盖的软组织损伤，伤口的出血情况也很符合打击伤的创伤分布，说明从顺序上打击伤在前。啊，不过这要是涉黑斗殴或是仇杀的话，实在是复杂了一点。死者先遭受了至少3处打击，打击力度很重，但并未造成严重的伤害后果。34处划砍伤中，从足踝到膝窝到腹股沟，一直到颈右侧斜方肌，刀伤遍布了整个身体，其中9处静脉破损，4处筋腱割裂，但是却避开了所有的脏器和动脉。即便这样，开的口子实在太多了。失血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死者在咽气之前至少失去了体内1/4的血液。就是说，有人先打了他，然后再用刀戏耍似的在他身上左划一刀，右划一刀，最后再……也许吧。不过最后的致命一刀从左胸刺入，
凶器贯穿了肺叶、心包、左心室，割裂了主动脉、左肺动静脉、降主动脉和肺动脉主干，可以说是无药可救的致命一刀。从创伤入口位置的形状来看，凶器应该是一把宽约3厘米、左右对称、中极高、逐渐向两边变薄的利器。说白了就是把匕首。我只能描述凶器的形状是什么，你们来判断。法官，你怎么看？哎，我跟你说句话，来。老管，别每回一有案子就端着，行不行？啊！我问你，咱俩的约法三章还算不算数？卷宗呢？队里的规定你是知道的，命案优先。咱有案子先办案子，行吗？啊，这我们肯定给你看。你放心，每一个字儿，每一张纸，我都替你存着呢。行，咱这把现场勘查情况汇报完了，我就带你去我办公室去看卷，行吗？我说你真是的，这案子又不费劲，天天办了也费不了什么时间。尸检你也看了，戚卫东的死绝不简单。划砍伤跟戳刺伤不是同一把凶器吧？显然不是。划砍伤口创面有一致的深浅过渡，应该是一把刀刃有弧度的利器，比如水果刀一类的，应该只是单侧开封的那种。哎，你不是不管判断凶器吗？凶器虽然不是同一把凶器，但似乎惯用手都是右手，凶手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前34刀避开了要害，最后一刀却这么致命。光是一次戳刺不可能造成那么多位置并不重叠的动脉割裂，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从解剖所见，凶手刺入后还拧动过凶器，增加了体内脏器的创面。这就对了，两种伤口，两把刀，两种动机。那我们就要找2个凶手。那之前的打地上呢？有可能是他在碰到2名凶手之前还和什么人打过架，而且他喝了酒。是否是酒后得看血检，不能靠主观揣测吧？血检倒是还没做，不过您不觉得一进屋就酒香四溢吗？这，情况汇报完了吗？足迹勘验结果呢？还在排查，4年以前应该可以送给您。大概什么情况？不乐观。周边的走访做得怎么样？还在等各外勤探组把报告送上来。不过第17页列了走访清单，地区派出所的报告会在晚上送过来。新来的。啊，刑警学院的研究生。1个钟够你看卷吗？有10分钟就够了。这让你看看你的案子也挺好，说不定你还能发现什么线索。要知道，当年你跟领导翻车的时候，哥们可一直挺你。别这样，咱得等周队回来，是不是？别，你让开！哎呦，老刘啊，听说你得胜而归呀？啊，怎么着，选个地儿吧，晚上给你接个风。哎呀，没事儿，回来就听说又发了命案，你正在现场忙活呢，我呀就不去打扰你了。关队，
欢迎你啊，回来支持我们的工作。别看都干了这么长时间，真要是碰上疑难案件，没你参与，可不行啊！哈哈。应该的。要不你们先聊，我去会议室。周局，你这不是胡闹吗？别冲我来呀，领导批的。行了，我问过，这事儿就是你牵的头。老关能破案，这破案就等于是变相救人。就算我一手操办的，破案救人没错吧？你也不想想，他关宏峰为什么愿意当这个顾问？他是有目的的。你现在好，给了他随意进出支队的机会，万一关宏宇的案子被他偷了怎么办？这个你大可放心，他比咱们还担心这卷丢了呢。你怎么确定？老关在队里统领这么多年，每个人智商什么样，人家心里有数。万一这个卷真丢了，你们一定第一时间把嫌疑人这个标签啪填人家脑门上。我不管你怎么说啊，这个暂时由我保管。没问题，没问题。这案子也归你吧？对了，这关宏宇万一逮着，咱俩这官衔能换换。周巡，我告诉你，把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亲属，一个被警界开除的人员拉进队伍来参与工作，出了问题，你周巡负不起这个责任。我负不起，不还有你了吗？啊！再说你得搞清楚啊，当初是人家老关炒的咱们队，可不是咱们队里把人家给开了。周巡，我警告你啊，我不关心这些，我只知道他是犯罪嫌疑人的亲属，这就够了。这个，我拿走了。等会儿，我也告诉你，刘长勇，你岁数比我大一截儿，照理说我应该喊你一声刘哥，但在这儿，我是队长，你是副队长，以后还是叫我周队吧，啊。小周，负责记录。什么意思？耍我是吧？我耍你什么了？把女儿让刘长勇拿走了。我也没想到他说得来那么一手。你放心啊，我会想办法，怎么着会给你个交代。今天早上，在体育馆南侧发现的男尸，初步确定是因涉黑被抓起来刑满释放的，叫齐卫东。他是昨天早上9点半被释放出来的。小南，介绍一下尸检情况。那丢这页怎么办？你别给我捅出去就行。我怎么会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刘副队长马上就回来了，让他知道